幸不辱命。好孩子，你是我们侯府的大恩人。夫人不必如此，大长公主的伤口若2日内不曾发溃，才算逃过这一劫。九娘子，可否在府中多留几日，加以看护？岳某将感激不尽。这本是民女应做之事。哎，来人，把梅园给九娘子收拾出来，一切用度比照郡主的令。是，可以进去看看了。好，快。九娘子，请坐。拜奉沏茶。是。多谢世子殿下相助，如今完璧归赵了。寒月在我手，无非是防身兵器，而你却可以治病救人，给你才是物尽其用。寒月之才冰清玉洁，殿下既慷慨相赠，那民女定不辱寒月之名。那日听闻九娘子提及沈四卿的《大理寺校正洗冤录》，我便找来他的著作拜读，发现沈四卿断案的确是鞭辟入里，见微知著，实乃一代青天呢。盛名之下无虚实，沈毅大人在地方上为官多年，见识也必有独到之处。沈四卿说，刑狱之事，乃是正清民安之基石，燕某一深以为然。只可惜，说起刑狱之事，那民女何时可以着手侯府的案子？哦，我已约了霍知府，明日重检。如此甚好。我不用你让着我。在下并未受伤，只是心绪不宁，确实难敌郡主。小时候一日不落葬，我就想去陪他一日。我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些，我只希望能早日带他回家，让他入土为安。我们岳家何尝不是这么想？还好有小婉儿帮忙，真凶很快就能找出来。真的？莫非九娘子懂侦查之术？我只是会一些医术，帮府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。无论如何，魏某都感谢九娘子。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魏某都深感欣慰。告辞。他把与你的输赢分寸拿捏得那么好，实在不像是心绪不宁的人。庶子大都这样，要看人脸色才能活得好些。他能得宋国公器重，也算是有出息的。可能我做的事需要处处思量，所以不喜欢处处算计的人。难怪祖母说你活得太累心，那是因为人心叵测。我价格太冤枉了。宋国公府送亲的侍卫和侍从有近100人，还有丫鬟婆子围着喜轿，怎么会来那么大一个活人死在里面都不知道？我价格不过是去接个亲，就被栽赃在头上了。可是他连那个宋柔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你说，那个没头的真是宋柔吗？不管他是谁，只有尸身才能告诉我真相。这嫁衣与死者的嫁衣样式相仿，色泽鲜艳，面料全新，上面的折痕犹在。樟木香味尚未散去，应是刚刚从香笼中取出的新衣。右侧袖口处有一处污渍，尚不知是何物。
娘子，那块污渍应该是松烟墨。松烟墨，为何？我学女工时曾经专门认过面料，这嫁衣应该是萧红纱，号称百污不沾，唯有松烟墨才能染上痕迹。茯苓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此人应是身负武功，身高约6尺左右，会用左手的男子。愿闻其详。此人若是要假扮无头鬼魂，应是把嫁衣举至与头顶平齐的位置，若太高，则会显得肩背虚空。以茯苓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，窗台比花仆从要高1尺左右。这嫁衣身长约4尺7寸，按照殿下刚刚演示的，站于花仆围庄之上举起嫁衣，这名男子身高至少要高于5尺7寸，才有可能将嫁衣抵摆高出窗台，让我和茯苓从窗内看到的是嫁衣虚空而至的效果。行凶人只需提前穿好夜行衣，便可以将露出嫁衣抵摆的双腿藏于夜色之中。正是。况且寻常男子身高超过6尺的也不常见，行止必定引人注意，所以我推断此人身高应高于5尺7寸，但不足6尺。那如何得知是左撇子呢？这就要多亏茯苓认出这是萧红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常人写字应是右手执笔，左手拢袖，落笔左行。可惯用左手者，则为左手执笔，右手拢袖。依然是落笔左行。右手袖口才会沾上墨渍。这袖口处的污渍与那嫁衣上的位置相同。九娘子真乃神人也。小心！这嫁衣价值不菲，路途遥远，不可能在中途买到。宋国公府一定还有备用的嫁衣，不妨去让那陪嫁嬷嬷辨认，看这件是否就是那备用的嫁衣。你是怀疑是宋家人中有鬼？若真与他们有关的话，那梅园就不安全了。小婉儿，你今晚搬去和我一起住。茯苓，收拾东西，走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叫人封锁东院，不能叫宋国公府的人离开。长叔且慢，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，先不要与宋国公撕破脸，还是先请霍怀信出面较为妥当。也好，我这就去请霍知府。我总是觉得魏延之有些嫌疑，他方才看似伤心欲绝，却连我的双眼都不敢直视。我会派人去盯着他，是否真的给宋国公送信。明日是15，有游园灯会，他尚不知我已验出宋娘子有私情一事，烦请殿下放出消息，就说几日之后我要3检，明日灯会我会引他出来，看他是否想借机除掉我。你何必以身涉险？找个安阳侯府的舞婢替你。魏延之若真是凶手，没有真儿，他怎会上当？殿下明日派人跟着我就好，告辞。公子，京城来信说，咱们出发的第2天，大公子和长随都不见了。为何不早来通报？护卫翻遍了京城，没找到大公子，国公爷这才给咱们传信。派人沿咱们来时的路查一查，大哥，只怕是追过来了。那娘子会不会被大公子？闭嘴！还嫌国公府的麻烦不够大吗？可是我听世子手下说，尸身还有3检。那倘若真的检出，咱们怎么跟国公爷交代啊？
勘验的人若是不在了，国公爷自可高枕无忧。怎会伤成这样？征战之人哪有不受伤的？这处刀伤，分明是近些时留下，从京城到荆州何来的战场？果然都说太聪明的女人不好。我以为只有无能庸人才这么想，没想到殿下也是个庸才。我是怕你知道的太多，反而对你不好。不过，你若是想听，我也不是不能告诉你。我并不想探知军中机密。那若不是军中机密，而是涉及到京城冤案的，那也不必说与我听。殿下的伤若再深半寸，就成个废人了。这些时日，为何不说也不肯医治？伤口都已发溃了。我带有伤药，自己可以疗伤。用些吗啡散吧。不用，这些伤我受得住。你的伤横贯脊骨，要剔除腐肉才能缝合，稍有移动便会伤及经络，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我10岁便入军中，这些伤我从来都是硬扛过来的，用这些东西，反而令人娇气。好，那你受不住，一定和我说。放心。还请九娘子帮我配制一款金疮药，用于战场急救，只求见效快。见效快的都是虎狼之药，一般人怕是受不住。朔溪军堪称虎狼之郡，用虎狼之药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放好了。主子，属下有事回禀。进。主子，那登楼的底座确实被人刻意砍断了横梁，但引九娘子出去的人不是魏延志。事发时，他一直在天音楼听琴，琴师和掌柜皆可作证。宋府会武功的府兵有20人，目前都在府内，但是他们之前曾一起去过登试。小小的宋府府兵，竟是比军事还要纪律严明，连游玩都要同进同出，着实罕见。属下这就去收拾那帮家伙。站住！站住！不能师出无名，他们使出这些伎俩，无非就是想阻挠我剖尸。只有尽快剖检，才能让他们无计可施。白风，明日准你与宋府府兵打一场，只许小胜，不许速决。打到霍怀信出面即可。是。九娘子，那就劳烦你明日剖尸了。是。白将军，你说宋府侍卫诬陷殿下，方才动起手来，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呀？他们说少帅武功高强，又与他们前后脚从京城过来，说是查案，实则许是对他们娘子逼奸未遂才下了杀手。胡说！殿下，下官敢以性命担保，宋府上下绝无一人敢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念头。霍知府，虽说谣言止于智者，可空穴来风必有因。
若是这些话传出去，我燕池还有何脸面忝为朔溪军少帅？哎，下官这就严令封口。下官惭愧。既有小人背后作祟，那就休怪我燕池不留情面。宋娘子的尸身检验必须尽快完成，若是抓不到真凶，以正视听，你们二位就跟我去朔溪转转吧。殿下息怒，下官立刻安排剖尸检验。娘子可是有心事，看你都发了半天呆了。有件事我想不明白，燕世子为何宁可自污也要助我剖尸检验？此事与安阳侯府无关，也非他职责所在。他与宋国公府更无私怨。娘子啊，你觉得世子殿下对你如何？很好。那娘子觉得世子殿下为何对娘子和旁人有所不同？他说过，我救过大长公主，就是他的恩人。且他想做的事，只有我能帮他。或许他是看中我的勘验之能，想接我手行事。娘子，你就不曾想过，或许万一世子殿下他对你心生爱慕呢？我的身份是假，利用却是真。我要借他之权柄，助我逃离秦家，时时刻刻都不能掉以轻心。若不能带人一程，何以回报他的爱慕之情？这难道就不能是他单恋吗？他应该不至于吧。